嗨，我是老板。之前我们拍了苦男到底该怎么脱单，苦男的恋爱有多苦，都是在讨论男生在择偶上面要面对的困境。然后就有厉害的男粉丝跟我分享啊，他在婚友社访谈了上百位单身的男性所得到的一个观察哦。他说他找出了为什么很多男性没有办法脱单的原因。然后如果你也是条件明明不差，可是却一直没有办法脱单的人，这一集一定要看完哦。女生也来帮忙看一下吧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他说啊，这些想脱单的男生择偶条件多半是以下几点：第一个，希望女生个性乐观、正向、活泼开朗。他说他们通常都是因为自己的个性比较内向，然后就想要找比较外向的女生，然后让生活会比较有趣，才会有话聊。然后他的疑惑是说，如果你就是一个很内向的男生，然后你聊天的时候不懂得创造话题，甚至跟你聊天你也不太会接话回话，你很容易据点人家。即便你现在遇到一个很外向很活泼的女生，你也很难跟她一直相处下去吧？对啊，人家会对你灭火。就是不可能我一直丢球，然后你一直漏接吧？就是他觉得你这样的要求合理啦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自己没有什么，就会想要找别人来弥补嘛。他越不会聊天，越想要找会聊天的女生来弥补自己嘛。可是通常介绍很外向的女生给他联谊之后，女生通常就会抱怨说，他真的很难聊就不会再出去下一次啦。很无聊，对，很难聊又很无聊，所以这样子的组合是不是好像也没那么 OK 啊？除非他身上有什么可以吸引。你说他很有魅力，很可以吸引，就是他不讲话也可以很有魅力那一种。那他要有多帅才行？车银优可以。有时候可能是行为吧。他如果本来就这么有魅力，他好像也不用去婚友社找伴侣。对，他们就是很想脱单，脱不了单才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跟介绍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有女粉丝评论这一点，他说如果一个很内向的男生要求外向的女生一直丢话题给你，那你也要能适时接住啊，你还要能够展开话题跟延续下去啊，不然的话两个人相处起来有什么意义？我也不会开心啊。对，你变成你要狂丢球，你是发球机是不是？看他有没有接到，确实会很累。那就会回到一点嘛，那你有什么魅力让我要一直这样子对你？我为什么要对着一个木头，然后不断的就是哇，让这个木头觉得很开心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除非那个女生还要挑战，我很想倾诉，你就是乖乖听我讲就好，就会一拍即合，对不对？但很难嘛。然后第二点是，他们希望女生要好相处，不吵不闹，通常都会说希望女生个性好一点，特别是要求要好沟通。然后他说啊，他的分析是觉得，因为这些人啊，通常都会说自己不擅长处理感情问题，所以很希望女生最好不要像自己的妈妈或很多朋友的伴侣一样，就很爱碎念啊，然后整天跟自己吵架啊，会觉得很烦，所以就希望找那种好沟通、个性好、脾气好的女生。可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容易歪楼，成为你就是都听我的就好了的女生。所谓的好沟通叫做我讲什么你就听，所谓的个性好是不要跟我有任何的意见不合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好像也不太好找对象哦。对啊。然后这个男生说，他觉得其实一段感情偶尔意见不同，需要讨论一下双方意见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很排斥这个，都很希望你讲什么女生就听，你就会很难脱单，因为你只要一出去，然后见几次面，相处几次之后，你回来就会说，这个女生不要帮我换下一个，因为她个性不好，意见很多不好相处，然后再下一个。要不要考虑找 AI？AI 女友会满足他的一切，听指令，他就会什么都一直说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是我的错，刚刚是我的疏忽，就是。对啊，你如果要在一个人类身上寻找就很难啊，所以他就会说，像这种就会推荐个几十个女生跟他约会，他都还没有办法脱单，因为他都觉得意见太多了不好相处。你是不是希望他不要有意见啊？就什么都好啊？就是这样好像不行没有生命的一个对象，就找 AI 好不好？然后女粉丝也有评论这一点哦。他说，好沟通应该是要指两个人互相提出意见，然后碰撞之后，两个人能够找出共识。我愿意各退一步，或者是我们愿意来商量，这样就叫好沟通。我也蛮认同这一点的，因为我也觉得说，不是都听你的就叫好沟通。对，因为这样叫做是不用沟通跟没有沟通吧。就没有沟通，然后以你的意见为主，你说的算，你说的就对，那这样就会很像你是主人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刚刚讲的嘛，好，是主人，是的，好的，都是你说的算，对啊，你只是需要一个听命行事的女友，那这样好像也不太对。好，第三点，他说他们会希望女生要把家里照顾好，这一点不行啦，他在找玛利亚吧？他的择偶条件嘛，人家花了钱去婚友社可以开条件啊，好吧？他说他以前不懂什么叫做女生要把家里照顾好。后来他就听到更多这些男生的想法，才惊觉到说，等一下这其中的互动模式可能是包括但不限定哦，就是男生愿意多出一点钱，然后呢，希望伴侣就是可以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把家里都弄得好好好。你都有妈妈了不是吗？他要结婚，他想要有老婆啊，他想要有老婆。对，可是可以就是节俭啊，勤俭持家啊，然后不要太爱乱花钱，然后又可以把家事都做得好好的，让他专心上班，回家不要太累。这是他理想型的老婆，这样希望他找到的女生可以是扮演好这个角色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其实女生也不是排斥这样，
但是你可能真的要多出很多很多钱，就是对吧？对。可是他说，因为这些男生有时候又不是真的经济好成这样，他只是可能多出1-2万块，然后他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把家务全包的女生。那他就觉得这好像匹配不起来吧？你如果多出1-2万块就要女生家务全包，然后还要负责生小孩，把家里打理好，好像是有点很便宜耶，有点廉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因为毕竟现在女生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阿嬷或妈妈一样，很理所当然觉得都自己要做，尤其现在又双薪家庭，女生自己也有在上班工作，不是靠你养，她还要做全部的家务，你只多出1-2万块，那她可能会说我们 AA 大家平摊，家务也平摊。对啊，为什么是你多出个1-2万，然后我就要全包，就是廉价嘛？比外面的那个打扫阿姨还便宜。对，钟点阿姨也没有那么便宜，对不对？所以女生就会觉得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不要。那这样的男生，如果你一直坚持这样的条件，你确实就会很难脱单嘛。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女生已经不太可能这样了，不太可能符合上述3个条件。所以如果你还是用这3个条件再找理想型的话，你可能要认知一下。了解一下现在社会的现实，不然你一直抱怨说现在女生就是眼光很高啊，很高傲啊，或者是什么这个不做那个不做，那不愿意陪我吃苦，这样是没有用的啊，因为你的目的是想脱单嘛。那你一直抱怨女生为什么她们不那样，你还是脱不了单。所以我比较建议是面对现实，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条件，因为现在的时代就是不一样的嘛。女粉丝也有评论这一点哦，她说把家里顾好，那男的1个月是打算付女生多少钱？就该不会婚后要求所有事情 AA， 然后女生还要家务全包吧？这会不会太自助餐了？那你要的是一个管家，不是伴侣。对啊。然后他说，他这样子翻译起来，这3点就是：我希望我的对象是一个会制造生活乐趣给我，不会跟我吵，不会跟我闹，凡事听我的，不会反驳我任何的要求，会煮饭，会打扫，会顾小孩，还要把我爸妈照顾好的女生。他说，难怪会凭实力单身啊，因为这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啊，除非你超级有钱，是富豪等级，不然你们不可能找到有女生愿意这样子对你。我觉得这个条件应该是等那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就可以解决。AI 女友，对 ，AI 老婆，对，我们就期待那个人形机器人吧，应该你就不孤单了，它也可以承包所有家务呢。对，那个还不能卖太贵，要普及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啦，我们择偶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这样眼高手低，这样很难脱单成功嘛。其实这个也不是只适用于男生，同样是女生的话，你去拜月老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也会祈求我要高富帅，我要身高180，出手又大方。那好，你要单方面这样子许愿，当然都是可以的。那问题是容易实现吗？月老再神也实现不了，因为你要想一下，如果有这样条件的男生，那你有什么条件去匹配他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你是谁？你有什么可以找到这样的男友，对吧？我们也要这样检视自己，你所要求的这种对象，他是喜欢你哪一点？他凭什么喜欢你？这个我觉得是无论男生女生都要去考量到的。所以，我们这集并不是要批判男生，是想要告诉大家，无论男生女生，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很想脱单，也很努力积极，但是一直没办法脱单成功的人，你要不要检视一下你的择偶条件是不是脱离现实太远了呢？希望看完这一集，想要脱单的男生女生都能脱单成功啦！我来问一下大家问题：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你觉得这个在婚友社工作的男粉丝提出来的观察够不够犀利呢？是不是很真实呢？这些原因真的就是很多人无法脱单的关键吗？那你觉得如果要达到上述3个条件，他可能要有怎样的条件比较容易呢？我们不要谩骂、不批斗、不对立哦，好好的理性讨论吧。我建议啊，如果你就是想要找这样的对象，你本身不想要做任何的改变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增加自己的条件。我推荐你这个会员影片，哪些人年薪1000万？哪些人年薪500万？还有高薪的关键是这些。如果你拥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，可能比较有得挑。然后，如果你看明白了这一集，知道了感情不是单方面的配合你，你愿意做一些调整的话，建议你看怎么变成聊天人气王，就再也不会不知道怎么聊天，不知道怎么接话啦。到底怎么心灵交流？伴侣到底怎么磨合？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更会聊天、更会沟通交流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